现在呢，在汉溪村里面通过一下，我的左侧是2个9公尺。过了警戒山家，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右侧马路里面有一辆大型停木了。马路边上洋溢着庆祝圣诞的这些装饰，到了晚上应该非常美的。我记得上一次来说还是 Halloween， 就是鬼节的时候，我这样望过去，就在不夜城的老会所门口也没有任何的圣诞的装饰。嗨，大家好，今天气温骤降啊，一夜入冬，从昨天的气温26度到今天16度，一下降低了10度啊。广州慢慢也要变冷了吧？但是10几度的气温，我觉得对于骑行来讲，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天气。所以我们还是坚持出来骑行一下。今天其实是圣诞节，昨天是平安夜，我们也不信教，只是凑一下这个像是一个节日的气氛吧。昨天我们专门去了芳村，那边有一个商业中心叫太古里的试营业啊，就刚刚开张。我们还有很多广州老百姓一样的，抱着喝头啖汤的心情，其实也是闲着没事干，就到那边去参观了一下。虽然很多店还没有完全营业啊，但是已经初具规模，看上去整个的商业的这个街道还有很多还有文化这种市场，我感觉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商业天地。这也是继上海、成都、北京之后的第4个太古汇商业天地。但是昨天在芳村的特区里面，我感觉没有看到任何的有关圣诞的装饰，不知道是因为匆匆开张啊，没有来得及准备呢，还是有意的避过了这些现在网上也是会有小小争议的过洋节啊这种做法。今天呢，我就想着到附近的看看有圣诞装饰的地方，远的地方肯定就不去了。就我骑单车行程可及的地方，就是番禺的万博中心，那边有一个四海城啊，相对是比较偏年轻的一个商业的地段。想到那边呢去走马观花看一看。原本这些应该是晚上看起来才比较好看，但想着晚上黑灯瞎火的汽车不是很方便，所以我还是在下午推开门啊，去那边的商业天地转转，感受一下有一些人过圣诞的这种气氛。现在呢，我已经骑行在4本路上了。这一段呢，我说不打算录了，因为路人都回了。我们可能会到了汉溪大道再跟大家分享。现在我在新年大道左转进入汉溪村内，在村里的道路稍微再走一段了，然后就准备前往汉溪大道了。
现在呢，在汉西村里面通过一下，我的左侧是2个简公祠，在村里的小道穿行而过。你可以看到这些普通老百姓，他们可能最关键的就是一日三餐。当然，他们需要一份工作，最起码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收入。至于过什么节，尤其对于那种外来文化方面的节日，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而生活在这种村庄里面的普通老百姓，以他们的生活水准而言，可能中国90%甚至95%以上都是这种生活水平。所以，也就是在网上有些这样的宣人要过个什么洋节，并且会有些讨论但是对于这种乡村地带，大家真的兴趣都不在这个上面。好，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长隆站的附近了。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新开的城际铁路站，就叫长隆站。它跟边上的汉西长隆地铁站呢，是处在同一个位置，但却没有一个交通。现在经过星光快速路的桥底下，前面呢就是长隆旅游区了。这边呢是星光快速的一个出口，边上就是汉西长隆地铁站，这大片的一片新的商业天地。这是 K11，好像听说改名叫汉西 K11了这应该是广州第2家 K11。这条汉西大道的我已经无数次经过了，两边一片火热的建筑工地。我已经好久没有骑这台小步行的旧的折叠车出来了。我是前几天刚刚换了一下刹车，然后呢，今天骑到外面来，感觉呢好久没上油了，某些地方呢吱吱喳喳的声音，我回去还是要重新清洗维修一下才行。但是呢，它并不影响我缓慢的在这条路上骑行。过了顶岳三江，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一个右侧马路里面有一台大型土木了。我上次经过就看见又建了2座高楼，应该住宅楼吧。然后呢，也有一些矮的，应该是商业店铺这样的建筑。和马路对面应该是遥相呼应的。经过了2个红绿灯，现在呢已经在万博商务区了。现在沿着这条汉西大道往商务区的里面走一下，要不要1.5公里前面就到达四海城了。
经过了好几个商业中心，前方呢就是四海城了。我们就到它的里面去骑行转圈打卡。我的跟前呢，就是四海城的西区了。马路边上洋溢着庆祝圣诞的这些装饰，到了晚上应该非常美的。我们在这边稍微溜达一下。我看这个里面的广场上呢，都是摆着各种各样的售卖东西的摊档。门口呢还有些管制，我就懒得进去了，我就在这边上擦肩而过就好了。现在还是下午的时间，年轻人还没有放工，相信到了傍晚天黑下来以后，这边会非常的热闹。眼前的呢就是四海城的东区了。这条马路有一个名字叫表心道。我们就在这条洋溢着节日气氛的马路穿行一下。我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是 Halloween， 就是鬼节的时候，到这边稍微来走了一下。因为我今天骑的车，我就不推车进去了，因为这个里面摆了各种摊档人也比较多。我只是在四海城这边马路边上稍微溜了一下，从这边呢就直接回去了，因为我发现这个声势越来越大。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这个路边的这些圣诞的装饰装点，还是有一些这种氛围，尤其对广东来讲，一年四季不下雪的地方，看到这种带有北方气候特征的装饰，应该有些人还是蛮喜欢的。这里就是四海城的东区了，下面呢有更大的广场，但是我干脆就不方便下去了，也懒得去凑这个热闹，就在这边稍微观望一下，我们就往回走了。好，我们现在就离开这个四海城，找一条路回去了。说我们还是希望管它洋节还是中国的节日，只要年轻人喜欢的，就不妨拿来有一些气氛，特别是让年轻人有更多的可以消费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社会和谐、开放文化、文明的象征。在这条汉溪大道上还是蛮热闹的，
边上有很多的商业的广场，一家连着一家，所以在马路边上呢就有很多违章停在这边的汽车，很多呢闪着灯都是等客人，也就是说都是一些网约车。那这些网约车呢真的有时候横冲直撞，随意乱停，阻碍交通。但想想呢，现在反而成了一个抢手的职业了。有他还你有一台车，你就可以做生意。辛苦一点呢，一个月好像也有万把块钱的收入。比起一个白领来讲，一点都不逊。所以越是经济萎靡越是很多公司裁员，工厂裁人，越是呢这些网约车司机，还有就是那个送货的电单车大军，越是在路上占道行驶。现在我在汉西大道和番禺大道入口，准备横过番禺大道，到这边马路周围很多大楼都在建设过程当中，好像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又要启动了。我记得应该是7、8年以前国家出手打击房地产行业，然后经过了5、6年以后，眼看着一家家原本风光一世的那些房地产厂商，不是倒闭就是清盘，灰头土脸。主要带动的呢是一些国企、央企，还有红色资本主导的这些企业呢，在接盘开发，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华润置地，在前面的一大片的越秀地城等等。但是呢，这个7、8年时间国民经济也是同步的陷于一种减速，甚至令人担忧的局面。当然，并不是说房地产不好了，国民经济就一定下降了，这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但是无论如何，它是同一时期、同一方向都在往下坠。所以呢，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国家又在想方设法，以一种委婉的说辞要提振房地产，并且在网络上呢，对那些唱空房地产、唯恐天下不乱的那些账号进行了清理。据说一个城市就可以清几万个这样的账号。什么事情当然都是舆论先行的。那么接下去，房地产会不会在新的一年里面起死回生，还是说勉勉强强能够求稳？大家拭目以待。到了年底了呢，就总会想着瞻前顾后，大家都会做一个复盘。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大家都对这一年自己的境况、自己的价值体现，或者说财富的增值做一些复盘。那我昨天在广州新开张的太古里珠江的边上呢，也跟大家聊了一下我自己对这一年来的经济的一些看法和大家一种情绪。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大家还是要活在当下，了解自己跟这个社会
有些什么样的互动，才可以让自己呢能够立身于社会，能够过自己想要过的日子。那如果说你对这些前因后果有些了解，并且呢在未来的一年当中提前去找到自己的位置，最起码你不会跑出大盘，甚至呢你可以在潮流之中呢找到自己的声浪，走出自己的一波行情。那今年年底传来的几个消息，一个呢就是人民币开始重拾升势了。今天听到消息是刚刚破7，大概率在明年元旦，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人民币站上6的位置了。那同时呢，它的背景呢，我相信就是过去的一年，中国的外贸企业获得了1万亿的美元的顺差。那到了年底，在一个财务年度将要结束的时候呢，很多人还是要把这个钱呢换成人民币，以支持他们的企业的运营和下一波的业务的开展。所以这些呢，我觉得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需求所在的。那同时呢，并不是老百姓可以自由的兑换外汇，反而呢在换汇上面更加的加强了控制，尤其是对于外汇的汇出，已经到了区区$1000都要受到监管这样的一个程度了。所以呢，一边呢不得不面对人民币的某种升值，同时呢有相当人是担心人民币的升值呢会冲击外贸的出口，也就是说削弱中国的创汇的能力。同时呢也怕人民币的升值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涉外旅游的热潮，更不愿意看到大额的人民币外流换成外汇外流，最后变成支持西方的某些国家的旅游、消费、教育等等行业。所以这些都是一种比较微妙的时候。那说到底呢，能够有余钱去换汇，供旅游、送自己的孩子出国留学等等心事的人呢，其实在这个社会上是数量在减少，也就是大家说的中产下层，虽然还没有到中产破灭的程度。也正因为此，一边大家占有的最主要的资产就是房子，就说中国70%左右的人主要的资产在房地产或者是在自己住的房子上，那房价喋喋不休，就会影响到大家消费的意愿，自然而然的就会采取保守的消费者态度了。那么这跟国家提倡的促进国内消费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个大概就是2025年年底将要迎接26年新年时的主要的跟老百姓有关的经济的状态。所以面对新的一年，当然还是要有一定的进取的精神但是无论在理财还是消费上面呢，应该还是保持一贯的谨慎。现在整个形势的变化向着经济成长的方向。现在呢，我已经在汉西大道上经过星光快速的高架路，正在向着推广路方向直行。
刚转到四广路上了，一块电池靠近，上了一块电池，我们沿着四广路就回家去了。今天呢，感觉非常适合骑行的天气啊！刚刚出门的时候，16度的气温，多多少少感到还有些凉飕飕的，但是回来的路上呢，身体已经是暖乎乎的。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出行的时机。当然，今天仅仅就是因为昨天去芳村的太古里，很惊讶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圣诞的装饰，就连一棵圣诞树都没有看到，所以特地到汉西大道万博商圈的四海城那边去兜了一圈，那边呢还是有不少圣诞的装饰，相信昨天晚上应该非常的热闹，今天晚上应该也会有很多人吧，但是我们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只是去领略一下圣诞的气氛就好。现在呢，我已经横过了四广路啊，准备上一座桥就可以回到村里了。看来这个右侧这一块仅剩的地又要进行开发了。你看啊，停着大量的椰头车。广州市世喜房地开发有限公司看来又是搞房地产开发了，长华家园果然是要建大楼了，但愿这次不会烂尾啊！就感觉现在又有人开始蠢蠢欲动了，那些房地产开发公司又开始拿地，又开始投入，又开始建住宅项目了，也许10来年就是一个周期了。好，现在呢，我已经回到祈福新村里面了，但是我看缤纷会门前今年没有树，大的圣诞树，只是化整为零，就在一些小的路口、小区的大门口等等这种出入口呢，装点了几个圣诞树而已。我这样望过去，就在不夜城的老会所门口，也没有任何的圣诞的装饰。好了，现在呢已经回到了学院路站里面了，也就是学院路门口还有一棵圣诞树。看来今年也是新村里圣诞节的气氛还是差了一些，跟往年比真的是少了一点意思。我相信呢，随着很多外资企业的撤离，原本主打国际社区的慈心村就没有了多少外国人了，所以自然也就不需要这些气氛了。今天就是随意的瞎算一下，也算是今年有始有终吧。到了年末，无论天气有何变化，我还是坚持骑行。那未来还有几天时间，然后就是要跨年了，我们也在这边真诚的祝愿观看视频的每一位朋友，除了圣诞节快乐以外，新的一年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经济收入，这样才有更美好的生活。谢谢大家1年以来的跟随，谢谢大家的观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支持。好，明年见，拜拜。